这是联姻弄来的外国新闻纸，听说有一篇写的是我呢。我不想找艺术的人来翻译，那些人胆儿小，不敢在我面前说真话。我相信的人只有你了。快看看，告诉我，他讲些什么？快说呀！说。记住，要这么摆，五颜六色，显得喜庆。虽说是给老佛爷闻香气的，那也得看着好看才行。我刚来不久，还是头一回见到寿安公主呢。公主是跟着老佛爷长大的，打小就让老佛爷收为义女，她跟老佛爷依旧是特别亲厚。哎，那寿安公主的额驸是谁呀？好像是位将军的儿子，不过听说死了。那他是怎么死的呀？听说是骑马打猎时从马上摔下来了。想当年，慈禧太后害死了咸丰皇帝。怎么我就害死了咸丰爷跟先帝父子俩？还说我害死了母后皇太后，还说什么我跟荣禄都养下私孩子了。我这储秀宫什么时候不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宫女太监？我一举一动的都有人看着跟着，我怎么养私孩子？我有那么大能耐吗？皇额娘，你息怒啊！那些外国人连紫禁城都没有进来过，根本就不明白规矩，听了这些谣言也分不清楚是真是假。那就可以这么胡编乱造、信口胡说呀，还印成了新闻纸满世界发去。那些可恶的洋鬼子就该统统撵出去。皇额娘，其实那些外国人对男女之事远不像咱们中国这么礼教严明，他们就算是看到了这篇文章，也不会太在意的。真的，就像是那些英国的、法国的皇帝，他们呢只能娶皇后，不能有妃子，可是他们照样在外面金屋藏娇呢，而且还闹得人尽皆知的。你说的那是男人。那就说说那些外国的贵妇，她们就算是结了婚，还是经常有人追求，写情诗啊，送鲜花啊。不仅那贵妇沾沾自喜，她的丈夫还引以为荣呢。怎么还有这种事情？要是真的闹出了纠纷，男人们就公平决斗，谁要是输了，谁就退出，还真有好多人因此闹出人命呢。那些洋鬼子不知怎么想的，真令人匪夷所思。前阵子我去参加了一个美国公使馆的舞会，那种景象你肯定是更难想象了。那些洋女人穿的衣裳，全都是露着胸口，露着胳膊，这男的女的拉着手，还搂着腰，一会儿跟这个跳跳，一会儿又跟那个跳跳。当男的遇见女的，为了表示尊敬，还要轻轻地拉起她的手来，亲一下，像这样。这太不像话了，成何体统？我看你是哄我的吧？我要是说了一句假话，就让我变成皇额娘的一只哈巴狗。哎呦，我容易吗？比划了好半天，总算是让您开了笑口。皇额娘，您喝点茶。皇额娘，您一定要多笑笑，您笑起来特别的美。什么美不美啊？我老都老了。谁说的？您可年轻了，一点儿也不老。就算美呀，也是白美。每天我一早梳妆的时候，
盯着镜子就想，打扮的这么好看，可给谁看呢？太监宫女儿，还是砖头瓦块儿？得了，我还打扮个什么呀？那怎么能行呢？您不是常说吗？这女人要是连打扮自己的心肠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还活个什么劲儿呢？大清国皇太后答万国记者问，现在开始。我是法兰西国的记者，请问皇太后，您是用什么方法？您干嘛笑啊，老佛爷？老佛爷，您不能笑，您一笑，这记者会怎么开下去啊？丫头，我听你这怪腔怪调的，实在忍不住。可是人家外国记者就是这么问的嘛。你要是笑的话，他们会写你不尊重友邦。行行，听你的，再试一次。啊，对了，一会儿老佛爷的回答呢，你们都要认真的记下来，听见没有？这。请问皇太后，您是用什么方法保持美貌的？我主要是，我主要靠的是吃饭，还有按时睡觉。这个睡觉有学问的，先要平躺，然后的。这个问题太难了，又弄这么个花样，我都说不清楚。那换个人来提问，您指一个吧。小双子，你来问。奴才确实不会写字。谁让你写字了？你只要提问题就行了。那别跪着了，得站起来提问啊。那奴才想问老佛爷，奴才能站起来吗？不行不行，这还都是自己人呢，就闹成这样。哎呦，你就别让我开什么记者会去回答那些洋鬼子记者的问了。老佛爷，您说您不想让外国记者乱写您的事情，可是您又不愿意出面，那您让女儿怎么办呢？要不我就派个人给你，让他去替我回答洋鬼子记者的问题。这可是您自己说的，那您现在就派一个。莲英，老佛爷，奴才可不成，不成。你不成，那你给我保举一个会说话的。春儿。春儿啊，有件差事从来没人办过，我交给你，你敢不敢去啊？啊？没人办过？那奴才尽力去试试。那好，过2天你上镇国公载泽的园子去。是要奴才去传话吗？不是，让你去说话，去对2个洋人说话。洋人？啊，不成啊，老佛爷，奴才见过，红头发、绿眼睛，太吓人了。吓人你也得去。
来的那2个洋人不是普通人，是新闻记者。他们写的文章会印在洋人的新闻纸上。你呢，就跟他们说说，我平时都吃些什么，做些什么，还有就是我在你心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老佛爷。啊？这些话怎么能对洋鬼子说呢？怎么？你觉得我这人很不好吗？为什么不能说？不是，奴才是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个你就不用怕了，尽管说就是了嘛，想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奴才……春儿啊，老佛爷让你去，你就去啊，这是看中你，别不识抬举啊。听见没有？13，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采访对象很可能脾气古怪。采访中应避免提出尖锐问题。14，采访对象长期处于皇帝和太后身边，很可能傲慢，架子很大。有可能。宫廷是最讲究规矩的，特别是中国的宫廷。你还有什么补充吗？拿过来看看，我想一想。哎呦，这么多条呢，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走访和太监打过交道的人。你都做了什么准备？嗨，我所做的准备只是等待。我们那边有一句话，就是 "Ears can deceive, but eyes never lie."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张夫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泽公爷让我迎接外国记者采访的贵客，没想到这贵客原来是你呀！我哪是什么贵客，又哪会采什么访啊？真是赶鸭子上架。张夫人，您见得多，教教我。一会儿见了外国记者，我该怎么采他们的访啊？不用你采他们的访，是他们采访你。采访我？这么说吧，你是怎么过来的？坐马车过来的。您刚才不是看见了吗？走的哪条道啊？由皇城根往东出东华门呢。泽公爷派人捎信说要走角门，我就让车子绕胡同东口过来的。哎，可您这么问干什么呀？别打岔，走了多久功夫？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心里想什么来着？什么都没想，光害怕了。怕什么呀？怕采访啊。行了，采访啊，就是一问一答。一会儿他们会像我刚才那样提问，你就照着样回答就成了。哦，就那样啊？对呀，不难吧？那我要是回答不上来呢？回答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呗。别害怕，采访的人是你的老朋友。啊？来。哎呀，也不知道老佛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自己不想接受采访就回了呗，还派了一个太监来，派个老成持重的太监也就罢了，偏偏又派个少不经事的小太监，唉。汤先生，我发现这外国字比中国字好写，写得快。不是字好写，是我们水笔比你们毛笔好用。啊，汤先生，我能用用您的笔吗？可以，here，试试吧。刚先生，你笑什么呀？这水笔和毛笔的握法是不一样的。你教教他。我教你。对，你看，哎。就这样用的，不错。老刚，你看他写的还不错呢。春，哎，汤先生，我觉得这个笔比毛笔更难使。不，就是还没学会呢。刚才春先生说到，你很小就进了身，但是过了很久才进宫。你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吧。
我家里很穷，为了能让家人活下去，我净身做了太监。可是，还是没能救活我娘。我在家里守了3年孝，后来到了京城。你净身做了太监，不后悔吗？不后悔。春儿，那你觉得慈禧太后她日子过得怎么样？虽然锦衣玉食，但我觉得老佛爷很累。你这么说，为什么？有一次，太后在后花园乘凉，我们都在旁边伺候着。忽然听到太后大声说道：“你们都退下吧。”于是大家跪安，准备退走。刚走几步，又听见太后说：“哎，今天就不议事了，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大家就奇怪，太后怎么会和我们太监议事呢？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又退回去一看，你们猜怎么着？怎么回事？原来太后睡着了，她在说梦话呢。哎，他们聊得还成啊。老佛爷就是老佛爷，这棋下得高。此话怎讲？九曲回肠，倒不如已成世人。小太监也有小太监的好。哎，春儿，国外舆论是说慈禧太后是一个心狠手辣、专横跋扈的人。你每天跟她在一起，这一点你怎么看？在你们看来也许是这样的，其实，老佛爷并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哦，这话怎么讲？他也会笑，也会哭，也像一般人一样，有感情，有苦恼。苦恼的时候，有时候会对着天自言自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看到他那个样子，其实很心疼的。你们所说的，政治啦，什么权力呀，我都不懂。我只知道，老佛爷对我的滴水之恩，我应当涌泉相报。那能不能说一声你对慈禧皇太后的感情？我觉得老佛爷像我娘。哦，这个可不能写。为什么？只有皇上才能叫老佛爷娘呢，这是我心里偷偷这么想的。好，不写。刚先生，你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吗？哦，对了，皇太后为什么总不让皇上独立亲政？难道是她不喜欢皇上吗？朝廷的政事我不懂，但是我知道老佛爷是爱皇上的，就像一般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一样的。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呢？是。你家里还有亲人吗？我有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妹妹和哥哥都生活得好，让天下所有的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今天非常感谢你，李春雨先生，让我们了解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皇太后，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这个小太监。好，是。那谢谢你，李先生，谢谢，祝你好运，下次再见。李先生，再见。哎，真是出乎意料，人家都说太监大多性格古怪，难相处，这个李春云竟然真诚，有气质。我见过的人太多了，从他的眼睛中，我就能看出他不会说谎。哎，谁能辨别什么是真假？就像咱们，
只要需要，谎言都能说成真理。哎，汤姆，这则报道你不能胡乱写，得凭良心啊！啊，走吧。春儿，没想到你的口才还真不错呀。奴才也不知道什么叫口才，就想到什么说什么呗。谢老佛爷。你这个小傻瓜。老佛爷，他那是大智若愚，他才不傻呢。Here's to another success. Tom, I doubt 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by you. Kidding me? Nah. Wan Chao paper printed Gong's article. We were there together for the interview. Hey, Li Gong, how did you find him? Come on now, you know that secret information. Tom, the editor wants you to write more of these. Please do it. We need your help. Listen, in the future, I won't be writing any more articles about Sissy Tai Ho, all right? That's that. But my editor has already talked to me. My job is on the line. Tom, we need your help. It's not gonna pay you a lot of That's money. it. That's it. You know? No more. 谢谢。我真是很喜欢春儿，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令人感动的善良纯真。我是想起我的故乡，在贫瘠的大山里。 我的家和春儿的家一样贫穷。我不顾别人鄙视的目光，拼命读书，努力工作，力争上游。想想当时，真是很辛苦，不堪回首。每一次，我读到春儿。 他的童年，他的身世，我就忍不住。老佛爷，粥来了。春儿，我瞧那洋人记者的文章，有件事儿我不明白。你再三再四地说太后跟皇上相处起来，那真叫做和乐融融，整一个母慈子孝，亲密无间。为什么呢？我娘常说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一家人。 一条心抱成团儿，别人就不敢来欺负了。所以奴才心想，要是让洋鬼子们知道老佛爷跟万岁爷和和气气、合作无间，兴许他们就不敢再打什么坏主意了。就在这一刻呀，我如同听见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期盼。那么，就为了你母亲说的。 家和万事兴这句话，只要皇帝对我不失尊重，用人施政也不离大谱，我就尽量不去干涉他的决定，放手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事吧。奴才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老佛爷圣明。”怎么，你平时说这话都不是打心坎出来的？不是，这句话成了奴才们的口头禅了。说句实话，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这次绝对是发自内心的，啊，十足真心。湾町新聞記者岡圭之助の記事は初めて新国皇太后の側近に取材をしたもので、新国宮廷を理解する者なり、大日本帝国の在中各機関はこの記事を熟読し、今後岡記者の新国での取材に協力をするべし。私も自分の記事がこれほど重視され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私もだ。よかったじゃないか。はい。ただ、構いません。何でもおっしゃってください。この記事の李という宦官が言う宮廷内部の状況は事実ではないと思う。それはどういう点がですか？皇太后と皇帝の関係だ。まさか李舜雲はとても誠実で善良な若者です。君をわざと騙したとは思えん。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客観性に欠けている西太后に寄せる忠誠心、愛情から彼は自分の考えが入っている。それが私の観察と異なるところだ。你看看，你自己看看，在春儿眼里，太后倒成了好人了。列强对太后多一分好感，就会对皇上少一分支持。这都是你的好兄弟春儿干的好事。我看他现在已经彻底成了太后的走狗。也许啊，春儿在后宫看到的太后，确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蛇蝎心肠。就算太后非我们所想的那么毒恶阴险，但以荣禄为首的那批后党也绝对是。文秀，你别心存幻想了好吗？自古以来，只要有党争，必定以一方败亡为结束。你对敌人心软，就是在害自己呀。我再找春儿聊聊吧。光聊不够。这春儿，我原想难他一难，没想到他因祸得福，居然升官了。哼！哎，这么说，他如今是五品长案了。嗯，他会不会成了咱们的绊脚石？哼，不会的，不会的。你这么有把握？嗨，我呀，只是讨厌春儿。其实我并不恨他，我也更不怕他。可是老佛爷不讨厌春儿。哎，瞧那日本记者写的，春儿对老佛爷那完全是一片钟爱之心呐。所以我说他成不了咱们的绊脚石。嗯，要我说，他呀，他根本就不了解老佛爷，是不是？哼，其实啊，他在老佛爷眼里只是个有趣的小玩意儿。老佛爷心里明白，这么个小玩意儿能派上大用场吗？啊？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那老佛爷还是咱们的老佛爷。嗯啊。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哥，也许在你看来，我对刚先生和汤先生说的那些话全都不对，可是我没有说假话。哥知道，你从不会说假话。大哥，其实我一直想问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如果在我眼中的老佛爷和你心中的老佛爷不一样，你会怎么看我？这很正常。太后在你心中和我心中不一样，哥早就知道，这没什么不对。你真这么想啊？你对太后有感恩之情，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过他的另一面？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朝堂之上玩弄权术、心狠手辣的一面？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们都没有看见他的时候，每天在后宫打发光阴的老佛爷，只是个平平常常、和善的老太太。她无非有点小心眼儿，爱耍性子，爱听好话。可就是这个平平常常的老太太，压制着皇上，把持着朝政，祸害我大清这么多年，到现在还不甘心放手。老佛爷没那么坏吧？春儿，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等以后，慢慢的你就会懂了。就算老佛爷办错过很多事，可他不是已经归正于皇上了吗？我看他是真心希望皇上能够亲自掌管国事，好好静心养老。有些事情，就算他真心的想去办，也未必能办得到。天下还有老佛爷办不到的事儿？皇太后想归正，可是依附在她身边的人，不希望她归正。那些人把太后当做一面靠山，太后要是归正了，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么复杂呀？那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有，那就是变法维新，变政体，变官制，这是唯一的办法。那老佛爷知道这个办法吗？当然知道，只不过他也怕变法伤害了他自己的利益。那能不能既变法，又不伤害老佛爷呢？哥，只要你想出一个不伤害老佛爷的办法，我一定支持你变法。这两全其美的法子，哥一时还想不出来呢。可是变法维新，是大势所趋，是历史的潮流，是什么人都不能阻拦的。而且，哥已经在这潮流之中了。你的意思是说，你将来会和老佛爷唱对台戏？要只是对台唱戏就好了。如果将来真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了。那还能怎么样？难道你还真和老佛爷打起来呀？春儿，如果真有这么一天，你大哥和太后都拿着利剑，抵着对方的咽喉，你会帮谁？不会有那一天的。大哥，别想那么多了，快吃吧，啊！大家晚上好，请坐，请坐，坐。朱佑先生最近还好吗？老刚，好几天不见了。好，这几天陪一位日本来的朋友到处走走。你们先坐，坐。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他到中国将近3年，游历过很多地方。听说南北方各个城市都有贵国所派的间谍，你这朋友不会是其中一个吧？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这位朋友，哦，夫人，有新朋友来，也不说领到我这儿来坐坐，哎可真不够意思。嗯，我是担心他说的话你不爱听。怎么会呢？啊，想必是和时政有关的话吧？是啊，为此我们也在不断争论。我的观点是，中国如此地大物博，如果能够积极变革，总有一天能够成为雄视东西洋的世界强国，肯定会的。那你那位朋友怎么说啊？他认为人性的腐败不除，中国难以强大。说清楚一点嘛。我就从树上一下子跳下来，拼命地跑。那个人呐，他就追不上了。笑死我了，我不能再说了。
原来你小时候也是个淘气的小东西。淘气的事儿多了，以后奴才想起来再慢慢讲给老佛爷听。春儿啊，我喜欢你，其实并不是图着你也许能为我带来荣誉。春儿知道，春儿也是真心喜欢老佛爷。这紫禁城里啊，收藏着历朝历代的珍奇异宝，要什么没有啊？唯独真心二字难遇难求啊！唉，龙玉也是难遇难求啊。奴才惭愧，来了这些年，都没有龙玉的什么线索。说不定，那首歌谣只是个巧合而已。我不相信那首歌谣只是巧合而已。也许，我们不能坐在这儿空等，总得试着去找找看。要不这样吧，索性我派你去仔仔细细地搜检皇家库房，兴许还真能找到龙玉。是，奴才一定去办。希望那首歌谣当中隐藏的秘密是真的，龙玉能因为你的到来得以重现人间，我大清国能因为龙玉的保佑得以江山永固。其实我是有点私心，总希望几十年的辛苦能换来名垂青史的美誉，那我这辈子就不算白活了。前明至今数百年，天下珍宝都聚集在这一望无际的库房里头了。到底有多少？谁知道啊？别说数了，我连想都不敢想啊！我只是来找件东西。小李公公，小人给荣大人请安。荣大人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是听说小李公公奉懿旨，到库房来寻物啊，我就特意在这儿候着。您候着我啊？我说，兄弟啊，你是一片纯真呐！别说老佛爷见着欣喜，就连我，都觉得投缘，忍不住有结交之意啊。大人的谬赞，春儿真的不敢当。您是大官，我是太监，如何能够结交呢？什么官不官的，太监外了。哎，哥哥，我今天来呢，也就是跟你说句话就走。啊，什么话？来，就这皇家库房，起码呀，有上百年没清点过了。啊，里头呢，没人知道以前有多少东西。也没人知道将来会有多少，啊！这天下的珍宝啊，如今都在你手里了，明白了吧？啊？您的意思是？哎呦，喜欢什么尽管拿，只不过就是青色上随便一勾就完了，千万别死心眼儿啊，亏着了自己。好，那我先走一步了。哦，啊，告辞。小李公公，您请。春儿，你是茂秀诏命，将来会掌控天下财宝，连太后老佛爷的财宝都归你管呐。李公公，方才这库房里的东西可有您中意的吗？我什么都不要。
关门。奴才反复地盘问库房管事的，他说，春儿只有这么一句话，什么都不要。他没有说谎吗？奴才在宫中多年，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春儿是个好孩子，总算我没有白疼他。皇太后驾到！奴才恭祝圣母皇太后吉祥如意，万福金安。平身。谢皇太后。来，坐吧。谢皇太后。儿臣恭祝皇太后吉祥如意。奴才恭祝圣母皇太后吉祥如意。除夕吃饺子是老祖宗在进关以前就立下的传统，让你们别忘记老祖宗创业维艰，别忘记老祖宗传下江山的恩德。是。大清朝一统江山。大清朝四海升平。别喊了。什么四海升平，一统江山，光喊这些吉祥话有什么用？拿不出本事还有什么用？
今儿这天可真够冷的。可不是嘛，我真怕大家会冻坏了。这要命的风，刮在脸上跟猫抓似的疼。好香的饺子，朕可有100多年没尝到了，里头没搁元宝吧？丫头，你别调皮呀，朕的牙没剩几颗了。我的曾祖爷爷，我不是小丫头，我都满60岁了，老太婆了。是不是今日难堪，让你不得不承认你老了？上回你问我是大清朝需要隆裕，还是我需要隆裕，非得等我说出其中的分别，你才告诉我隆裕在哪儿。今儿个我就拿实话告诉你，没错，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承认，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西洋人已经是难以应付了，如今连东洋人都欺压到咱们头上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可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我在害怕呀。也是头一回听见你说你害怕。是啊，可我不能说。我害怕大清朝将会断送在我的手里，我会背上千古骂名。朕以为你明白，在你选择权力的时候，你就等于选择承担一切。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了，就算我不能得到和你同样的尊荣，也最不至于应该受到这样的屈辱。你说你们这些列祖列宗对我公平吗？把隆裕给我，能救我的只有隆裕了。我相信这个保佑咱们满洲得到天下的圣物，一定能给我感应，让我确定我选的皇帝正是命世之主。大清朝将在他的手中再造重新。曾祖爷爷，告诉我隆裕在哪儿吧，我就指望他了。就算你找到了隆裕，他也未必。欲兮时兮，莫能测；得兮失兮，莫奈何。你回来！我还没有说完呢！你给我回来！
日本的军队都已经逼近山海关了，不求和怕是不行了。日本人实在是太霸道了，派了几个人去，都借口说什么威望不够，不肯谈。当务之急，就是得在朝廷中立起一根足以支撑局面的顶梁柱。这样才能稳住浮动的人心。能称得上顶梁柱的，非恭亲王莫属。这位六爷呀，可不是好对付的主。皇额娘的意思是说，恭亲王不会答应出来当这根顶梁柱？哼。起复恭亲王，这主意好啊！恭亲王的地位足以顶门立户，支撑大局，而且他的才干，当年谁比得上他呀？六爷的才干，我比谁都明白。10年前，为什么要罢黜他呢？李亲王他们比恭亲王差远了，这可是公认的。但凡才干悠长的人都难免呢。他会有一根傲骨，有一条拗筋。你不知道啊，他曾经有谋篡之心呢。想当年，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威望盛极一时，很多亲贵都担心他会不会趁势想当皇帝。不，他不想当皇帝。但他确有谋逆之意呀。恭亲王才是他心目中的真命天子。曾国藩那帮人想必誓死效忠，非怂恿着恭亲王披上龙袍不可。六哥，要成大事，必须得当机立断。王爷，这皇位当年就应该是您的。你们两个别说了，这事儿我是不会答应的。除非什么？哎，六哥，你快说呀！除非能证明我是顺应天意，而不是逆天行事。怎么证明？当然是有供在堂子里的圣物龙玉来证明。王爷，那一块石头怎能定天下命运呢？不是我迷信，而是别人。如果得不到龙玉的感应，满洲亲贵是不会支持我的。大事即使能够成功，可万一争议不断且争斗不休，朝廷一乱，咱们大清朝就真完了。咱们的初衷是想救国，这下子反成了误国，不是？龙玉就在这里。跪下。是。王爷，您请。你来。哎呀，王爷您请。好。
扶我上去。王爷在吗？嘘，接着。 轻点儿，先别看了，扶我下来。你慢点儿，王爷，这就是龙玉吗？是啊，这就是龙玉，每一年祭祖都能看见它。 倘若我真的是天命所托付之人，龙玉一定会给我感应。没有。 我没有得到任何感应，王爷，我觉得这龙玉不大对劲啊！莫要胡说。所有见过龙玉的亲贵都认为，这龙玉乃坚不可摧的金刚石，世上罕见，你自然不认得它的模样。王爷，与其说它是金刚石，不如说它更像洋人制作的。 手工玻璃，住口！你敢打不敬！王爷息怒，若要分辨，非常容易。金刚石坚不可摧，而玻璃呢，却甚为脆弱，只要往地上一摔。曾国藩，曾国藩，你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对我大清朝的圣物如此不敬！你不怕我杀了你？你，曾国藩，请王爷息怒，只因兹事体大，不得不弄清楚这龙玉的真伪。摔！不，使不得！ 不幸被你言中了，难怪当年有流言传说，在乾隆爷驾崩之时，这龙玉曾经失踪。今日之事，证明这龙玉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么说，爱新觉罗的子孙，这100年来就是对着这么一块玻璃磕头。 对着一块玻璃在祈求，难道这就是我大清国势日衰的原因吗？王爷，既然这龙玉已经不见了，您也不用相信什么龙玉了，您要相信您自己。王爷。 您是唯一能够挽救大清朝的人。我并不是不相信自己，是别人不会相信我。你明白吗？既然是这样的脾气，恭亲王肯出山吗？说实话，我也没把握呀。没把握，这3个字，可不曾听您说过。唉，要不是情势逼到这个份儿上，
我也不想去求他呀，谁知道他当年的气概和才干是否犹存呢？为了请出他这棵大树给朝廷撑腰，我也没法子，只好去向他低个头服个软了。记得点赞关注哦。